萧诗元娶我的时候，曾跪在我父亲面前赌咒发誓，他今生今世绝不负我。后来，他养的小秘书公然对我示威，替他送了只假包给我做生日礼物，让我当众难堪。我笑着替他在众人面前遮掩，他以为我是爱他，爱得要死。我确实是想要他死。辜负真心的人，该受百般煎熬的滋味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萧诗元背着我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一养就是3年，而我们结婚也才5年。他把她保护得很好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她的存在。我看着面前这个闯入我生日宴会的女孩，她婀娜多姿，满脸清纯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原来萧诗元的新的明珠长这样啊！我突然有些自卑。她那么年轻，那么有朝气，脸上是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手如白玉一般白皙细腻，一看就是被护得极好的娇花。而我已经30了，我不再年轻了。纵使后来保养得再好，当年受过的苦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按惯例，萧诗元该回来陪我一起参加生日宴，可今天他没来。夫人，我是萧总的秘书，萧总今日公事繁忙，没法参加夫人的生日宴，萧总特意让我给夫人送生日礼物，让外面养的女人来给自己老婆送礼物。我心里一阵嘲讽，我该说萧诗元是胆大，还是他压根就不在乎我的情绪了？许诗言将手上的礼盒打开，眼底闪过一丝讥讽。夫人，萧总说了，这个包很衬夫人的气质，希望夫人喜欢。我抬头扫了一眼，爱牛是今年的新款，挺没新意的。一直在我身旁献殷勤的徐夫人，在看到包的一瞬间就开始了吹嘘，瞧瞧这五金，瞧瞧这皮色。她说着说着，表情突然僵硬了，话也断在了嘴边。我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，就一眼，我便知道她为什么不继续说了。这是个假包吧？和我一向不对付的楚太太率先笑出了声。哟，萧总这是破产了？怎么还送起假包来了？我垂眼，在心中收回刚刚那句没新意的话。今年可真是太有新意了。楚太太别瞎说，萧总家大业大的，哪里会送假包？楚太太你怕是看错了。看错？楚太太瞪了一眼徐夫人，几步上前将包从许诗言手里拽了过去。就这皮色，这走线，假的不能再假了，简直是一眼假，就连高仿都算不上。可真是一点心思都不花，怕不是某购物100块买来的吧？他说着冲我一笑，眼底全是嘲讽。送假包，这可真是太丢脸了，送的人丢脸，收的人更丢脸。尤其是这还是我老公送给我的。众人打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或嘲讽，或好奇，或幸灾乐祸。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好戏。今天这事如果不处理干净，只怕明日红湾市的大小圈子就会传遍我的丑闻。我也不需要出门见人了。我看向一旁站着的许诗言，他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眼底却多了几分雀跃和期待。见我看过去，他挑衅一笑，似乎是根本不怕自己被追责。我心里一阵阵痛，气得发笑，笑自己，也笑萧诗元，更笑誓言和真情。明明当年为了给我买到停产的镜头做生日礼物，他不惜跨越半个中国，飞到千里之外的小镇里去买。如今却连给我准备生日礼物，他都不愿意上半分心，随随便便的就让他养的小秘书去办了。短短5年，破旧的镜头没坏，誓言却早已生了锈。我和萧诗元是大学同学，彼时他还不是商界新贵，
也没有坐拥红湾市一半商业帝国的头衔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、穿着洗到发白牛仔裤的男大学生。除了有一张好看的脸，他一无所有。当时不少人戏称他是男版的倔强小白花。我义无反顾地跟在他后面2年，将这朵小白花追到了手，陪他吃泡面，住地下室，谈生意，硬生生练就了一个铁胃。在他最难的那年，他因为公司周转不开，背了几百万的债务。他强忍着泪与我说分手，手却紧紧抓住我，舍不得松开。我抱紧他，问他要不要结婚，想不想娶我。我犹记得他当时听到这话时眼底的不可置信和欣喜。我见过无数的烟花，但却都没有那天萧诗媛眼里炸开的烟花璀璨。他穿上了他平时舍不得穿，只在见客户时穿的昂贵西服，面对我父母的刁难，他义无反顾地跪在了肮脏的水泥地上，赌咒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负我。那天他弄坏一套价值他半年生活费的西服，但他却无比的开心，抱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嘴里囔囔着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娶到我的明珠了。他那时是爱我的，但如今我看着面前得意洋洋的许诗妍，强撑着挤出一抹笑，将包拿了过来。没想到诗媛还记得，我们都是贫苦出身。当年我陪诗媛去见客户，为了撑面子，我就买了一个假包，结果被桌上一个贵夫人看出来了。但那夫人涵养很好，没戳穿我，相反还因为这事对我们观感不错，因此拿到了那个项目。我们当时戏称那假包是我们的福星了。自那之后，诗媛每年都送我一个假包，寓意让我年年幸运。今年没有，我还以为她忘了呢。我将包递给身后的佣人，去，拿去放好。听了我这番解释，众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气氛又恢复热烈。圆上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内心却愈发落寂。确实有买假包见客户的事，但事情的后续可没这么美好。当时桌上有一个客户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一眼看穿了我背着的假包。爸爸，今天他能背假包，明天他就能交假货，谁知道这种人诚不诚信啊？他眼里是深深的愚弄，嘴巴一刻不停的阴阳怪气我，话里话外都是不想和我们合作。当时桌上的人都一言不发，自顾自地喝酒吃菜，抱着看戏的心情看着我。我为了讨他欢心，当着他的面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，将包剪碎了销毁了，又喝了3大杯白酒赔罪，才挽回了局面。那场饭局之后，我狼狈地抱着马桶，吐得昏天暗地。那位大小姐特意带着我的东西来到厕所，将它们倒到我身边。饭局结束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把你的东西带给你。说是带，但其实就是随意的扔下。我努力抬起笑脸，擦了擦嘴角的秽物，看着面前居高临下的大小姐，谢谢您。她眼里全是不屑，冷哼了一声，踩着高跟鞋重重地从我的腿上碾了过去。你腿子没意思。我脑子昏昏沉沉，被疼得一个机灵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强忍着陪着笑目送他离开。后来萧诗媛回来寻我，看着我狼狈地坐在马桶旁边，四周全是散落的杂物，就连头发丝上都沾着呕吐物。她哇的一下哭出声来，颤抖着手抱住我，我以后肯定带你过好日子，绝对不让你背假包了。想买多少个真包都可以，一天一个换着背。当年那个哭喊着赌咒发誓的男生做到了，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他的初心了。我越想越觉得难受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一样，就连呼吸都透着艰难。我无心再去应酬，匆匆结束了宴会。
大厅内人去楼空，一时静意非常。我望着空荡荡的房子，很大，装修家具电器无一不是精品。但不知道为何，此刻的我却莫名怀念之前消失原租的那个小破屋子。滴答一声响，门从外面打开了，是消失员回来了。他带着一身寒气从外面进来，看都没看坐在沙发上的我，自顾自地进了厕所洗漱，仿佛我不存在一般。我握了握拳，不死心地将那个假包拿出来摆在桌上。他出来一看，终于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眼桌上的假包，却什么都没说，没事人一般地朝楼上走去。我喊住他：“消失员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茫然地回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深呼吸了几下，拼命缓和自己那股莫名的窒息感。他歪了一下头，似乎才看到桌上的包一般，不在乎地笑了：“你说这个呀，阿宁，大度一点，小女孩不懂事，没见过世面，买错了东西。你多大的人了，还要与小孩计较吗？”小孩，24岁成年在外打工的小孩。我24的时候，都陪着他东南西北满世界的跑项目了。那时他怎么不觉得我还是小孩？一句话，亲疏利剑。我闭了闭眼，强撑着不让自己的情绪外泄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。消失员，若我想要计较呢？他的脸一下冷了下来，一双黑眸直直地盯着我，眼中带着不加掩饰的不耐烦。成熟一点，阿宁，我很累了，不想再为这种事折腾。你若是想要包，明天早上刷我的卡，你想要多少就买多少，不要无理取闹了。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无理取闹，什么时候他竟然会用这种词来形容我了？我家阿宁是全世界最好的姑娘，就算是要天上的月亮，月亮不主动下来，都是月亮的不是。我耳边突然闪过之前我们耳畔私语的时候他说的话：“5年的时间就能让人变化这么多吗？”我下意识红了眼眶，偏过头去，不让他看到我的狼狈。消失员，我说的是包的事吗？他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摸了摸我的头：“阿宁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让我为难？你在家待着什么都有，还不好吗？你还想要什么？能不能乖巧一点？”最近几年他总是这样，对我看起来是极致温柔，就连我父母都对他赞不绝口，旁人更是觉得我与他是模范夫妻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我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我像是一只被无形的蛛丝困住的猎物，旁人看不见困住我的蛛丝，不解我的挣扎无助，甚至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就是在做。但只有猎物本身知道，自己距离死亡越来越近了。那种无助茫然，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。我想自救，想弄明白到底为什么我们之间会走到这种地步，但却无能为力。而现在，我已经可以嗅到我和消失员之间情感腐烂到发臭的味道了。我想要他走，你开除他吧，我愿意赔他一大笔钱。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就算开除也情有可原。我为自己找不着，但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想要许诗言走是为什么。我还有妄想，还在妄想。我和消失员之间的问题是外在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就像是望梅止渴。他全身僵住了，在我渴求的目光中拿开了放在我头上的手：“不要胡闹了好吗？”诗言他很好用，为我解决了不少工作的麻烦。这一次的疏忽，只是他不熟悉奢侈品，他不像你，是个闲得发慌的阔太太。你大度一点好吗？我很累了，不要闹了。他像是甩开令人厌烦的赖皮糖一般，甩开了我的手，朝着楼上走去。
我望着我空落落的手和他透着浓重的不耐烦的背影，终于明白，爱我的少年已经死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剪裁得体的衣装，挺直的腰板，他还是那么好看，但却和我记忆中那个少年对不上了。肖诗远，我叫住他，他脚步未停。你当初说要与我一生一世，这誓言还作数吗？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对着他喊出这句话，似是不甘，又似是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我早已经猜到却不想承认的答案。这句话像是耗干了我所有心力一般，让我说完就浑身无力，四肢发软。而让我问出这话的人却久久没有应声。他僵在原地，背影似乎有些呆愣，但终究什么都没说，继续往楼上走去。没有回答，就是最好的回答。我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。肖诗远，我还是更喜欢你当年那套西装。我如同自言自语般地说着，声音很轻。但这次他却回话了，在说什么胡话呢？过去的东西哪有现在好，都过时了，早点睡吧，不早了。不，过去的你比现在好。肖诗远，我得承认，我早该承认了，我们之前的感情问题，不是外人的原因，是你的原因。你变了，是你不爱我了。我在心里下出这个结论，每一个字都如同往自己心里割上一刀，刀刀见血。我反复念叨着这几个字，反复将自己伤得千疮百孔。曾经那样真挚爱着我的少年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原来年少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爱人，竟也会走到这般结局。成年人的生活节奏不允许任何的痛苦和失控，尤其是一个豪门太太。就算你前一晚死了全家，第二天白天你都必须恢复最完美的状态去应酬交际。我顶着厚重的粉底，强撑着笑容，在慈善宴会上和各位夫人交谈。早上上妆的时候，我无数遍地问自己，为什么要去？为什么要假装粉饰太平，打碎牙齿往肚里吞？我多想不管不顾地扔掉一切，痛痛快快地哭上几场，然后回父母家告状。可理智告诉我，这样一点用都没有，甚至只会败坏我的名声，让旁人认为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作精。我父母也只会徒增担心。最重要的是，肖诗远的公司，我也有股份。夫妻不和，离婚的传闻会让公司股票下降。而我若是真离婚，等于将我辛苦打拼下来的产业拱手分给他人。跟谁过不去，也不能和钱过不去啊。我原以为我早已收拾好了情绪，可当许诗妍挽着肖诗远的手走进宴会大厅的一刻，我还是控制不住僵了脸。她穿着一身华奈儿的裙子，这个牌子的裙子以又贵又鲜出名。当年我最大的梦想，便是穿上她家的衣服。那时的我没钱穿不了，而如今的我却没法穿了，因为我的后背有一条长长的疤痕，是当年和肖诗远一起跑项目的时候，在工地里被钢筋砸的。当时我丢了半条命，昏迷不醒躺在医院的时候，肖诗远没日没夜地在旁边守着我。我醒的那天，他哭得跟个小孩一般。华奈儿的裙子很好看，和我想象的一般好看。许诗妍看起来有些瑟缩，一双眼睛看见我时透露着紧张的水光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华奈儿的裙子衬得她像娇贵的小公主，她手上端着的是一杯牛奶。肖诗远真的很宠她，这种场合都纵着她不用喝酒。他看见了我，冲着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半分的心虚。他笃定我不敢发作，所以肆无忌惮。我默默攥紧拳头，几次想抬出笑脸，却怎么也做不出来。这时，一道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笑不出来
就别笑了。肖诗元目光看向我身后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我回头望去，小顾总，顾世燕，他怎么会来和我搭话？顾世燕是顾家的大小姐，也是顾家如今的掌舵人。我与他交情并不深，毕竟在我们之间，他属于上位者，还是我怎么都攀不上的上位。他轻轻地抿了口酒，别误会，我只是有些看不惯罢了。他努了努嘴，听说你和萧诗元是少年夫妻，情比金坚。现在看看，好像所言甚虚啊。我一时无言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但好像他也没想让我接。他一口干完杯中的酒，将酒杯重重地放在托盘上。辜负真心的人，该受千刀万剐。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颇有些咬牙切齿。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发觉自己失态，找不到。你们公司关于储能项目的方案我看过了，之前那一版还不错，后面是换人了吗？做得一塌糊涂。说完，他没等我回话，就离开了。我在原地站着，脑子里不断回想着顾世燕刚刚的话：辜负真心的人，该受千刀万剐。他说的对，萧诗元，你也该尝尝心死如灰的滋味。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特意地叫住顾世燕，小顾总。他不解地回头，我举起酒杯向他致意，谢谢您。他挑眉，简单了回了一礼，没说什么，走了。我余光观察着另一边的萧诗元，在刚刚顾世燕走到我身边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就落到了我这边。我是故意叫住顾世燕的，为的就是制造出我们相聊甚欢的感觉。既然想好了要让萧诗元受到惩罚，那就首先要让自己强大起来。天平的两端只有平衡了，才有对话的可能。我得回公司。萧诗元最放不下的是财富和权势，那我便拿走他的财富和权势。顾世燕走后不久，萧诗元就来到了我身边。他倒也直白，顾世燕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没理他，大步流星地朝外走去。萧诗元，我们之间该换个玩法了。坏掉的东西就应该及时止损，早日割掉。当晚，萧诗元难得的早回了家，他似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手里还拿着一捧花和一个礼袋。我望着他情意款款的脸，突然觉得有些恶心，假的油腻。什么时候他成了这样的人？他来到我身边，将花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又打开礼袋，送你的礼物，打开看看喜欢吗？我没动手，他见我不动，脸上的笑容一瞬都没变，自顾自地打开了礼袋。是一条裙子，华奈儿的新款，和今天许诗妍身上穿着的是一个系列，旁边还有一张票据。我眼尖，赶在他将票据拿走之前看到了上面的内容。呵，两条裙子一起买的呀。我望着他手上的裙子，目光越来越冷。他还真是会恶心人啊。这条系列的裙子全是大露背设计，真不知道他是已经忘了我受的伤，还是故意刺激我。我有些烦躁，站起身，别搞这些滑头了。你不就是想知道顾世燕说了什么吗？我告诉你。他脸上的笑越发真挚。但我有要求，我要回公司。他表情一瞬间就变了，张嘴想要说些什么。我摇了摇头，这是通知，不是请求，就算你反对也没用，你没办法阻止我回公司的，不如用这个和我换消息。他是没办法阻止我回公司，但若是给我10点判子，会耗费我很多时间，不如跟他做交易，换得顺利。说完，我往楼上走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的他，谢谢你的花和衣服。但我这人有洁癖，别人穿过的衣服我不会再穿，人也一样。我回了公司，用最快的速度开始熟悉公司的事务。
虽然当年这份基业是我和肖诗元一起打下的，但结婚后，我为了帮他应酬那些夫人，慢慢的就不插手公司事务，专心和夫人们攀关系。5年的时间，对于公司业务，我多少还是有些生疏。为了更快的上手，我几乎住在了公司，连着1个月都没回家。我第一时间找到了做出被顾世燕夸奖的那版的方案的员工，他深受职场排挤，所以没能参加后续的设计。我将他拉进了我的团队，准备在储能项目上跟肖诗元打擂台。我要尽快在公司做出实际，站稳脚跟，这样才能让肖诗元下台。期间撞见了几次肖诗元，他看着我的目光很复杂，似乎有话想说，但我没有理会，径直投入到我的工作中。直到我在储能项目会议上公然和肖诗元叫板，反对他提出的方案，他才慌了神。我与他在会议中针锋相对，吵得你来我往，就连坐在一旁的董事都收了声，不敢说话。吵到最后也没有吵出个结论来，方案被搁置了。出会议室时，肖诗元的脸色很不好，黑得像个锅盖一样。当晚，我就收到了我妈的微信，让我回家吃饭。这是搬救兵了呀！我冷笑一声，借口称忙，回绝了我妈的邀请。一直在公司完善方案，到凌晨3点才回家。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，刚打开客厅里的灯，就被坐在沙发上的肖诗元吓了一跳。他靠在沙发上，满脸的愠色，看见我回来，冷冷开口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”我皱了下眉，不紧不慢地拖着鞋：“加班，忙。”说出这句话的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神清气爽的舒适感。倒是肖诗元一下子怒了：“忙忙忙！你在忙什么？忙着跟我唱反调吗？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做别人老婆的样子吗？整日的不着家，就扑在公司，还跟老公唱反调。你能不能学学别人？”我站直身子：“学谁？学许诗言吗？天天围在你身边，对你端茶倒水，嘘寒问暖，你说一我不说二吗？”他一下子哽住，脸憋得通红，自暴自弃一般的说道：“对，人家才是做别人老婆的样子。”我硬生生被气笑了，嘲讽道：“他确实挺有做你老婆的样子。”他一时无言，深吸了几口气后，转变了语气：“阿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温柔一点，贴心一点吗？你以前明明不这样的。”我揉了揉疼痛的胃，自顾自地倒了杯茶：“温柔贴心，你是想说像以前一样温顺，好拿捏吧？”他沉默，好半天才说：“你怎么会这样想我？我只是觉得，我们终究是夫妻呀。”我望着他的脸，突然觉得没意思极了。有事是夫妻，他在外面养女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们是夫妻？维护他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夫妻？他这是想两头通吃啊！我在家当贤妻良母，替他应酬，博好名声；许诗言在公司做他的温柔乡。呵，烂透了！我厌恶至极地看着他：“肖诗元，你别说了，我都能闻到你身上的臭味了。你不就是想让我退出，不要再反对你的方案吗？我做不到，你的方案我会反对到底。”说完我就想走，他却一把拉住我的手：“阿宁，我们之间何必斗得死去活来的？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？”他拉住我的手，满目深情地放在他怀里：“你想回公司，没问题，我们一起像以前一样共创佳绩。别跟我怄气了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不是怪我对诗言太好了，可我只是觉得他很像年轻时候的你啊，没有被世俗浸染，依旧清纯的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俗气至极，恶心，好恶心。”
原来褪去了爱的光环之下，他竟是这样的恶心。完美的皮下藏满了蛆，我胃里不断翻涌着，胃酸上涌，灼烧感使我越发清醒冷静。他不是消失源了，起码不是当初我爱过的那个消失源了。不爱就是不爱，还想贬低我。他见我没反应，拉着手就想拥我入怀。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消失源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他被我扇得一愣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对他。要想让我收手，拿出你的实力来，做一个好方案出来，我嗤笑一声，就怕你不行啊。萧诗媛，我穆宁今天就实话告诉你，我不会再在家做一个你喜欢的贤妻良母了。我会一点一点蚕食掉你的位置，你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他冷笑，好样的，穆宁，给你脸你不要是吧？好，你别后悔。我看你是这些年当阔太太当惯了，都忘了自己是什么了。没有我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当那些人还会捧着你，蚕食我的位置？醒醒吧，我等着你跪下来求我。我一直很清醒，所以我绝不后悔。第二天我刚到公司，助理就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。宁姐，我们办公区域的网络检修，今天没法办公了。我看向办公室内 ，IT 部的同事正在里面忙里忙外，身旁的助理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宁姐怎么办呢？后天就是储能项目的方案定稿会议了，我们的资料都在电脑里面，他们这个时候检修岂不是坏事吗？不用说，肯定是消失源搞的鬼。我捏了捏拳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走进去和 IT 部的交涉，他们完全不买我的账，开口就是笑。穆总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您理解理解，我们后面还有工作，今天刚好排到您这了。无论我怎么说，他们都是一样的说辞，陪笑，嘴里却一句不让。我明白，再争下去也无意义，反正消失源是铁了心要给我出难题了。我大手一挥，让助理现在去联系有完好设施的办公区域，10倍加班费从我私人账里面走。这几天辛苦他们，方案一定要弄出来，资料可以重新收集。你负责后勤工作，若是方案选中了，我另外付每人半年的工资作为奖金。才博动人心，我这令一下，办公室的同事是腰也不疼了，脑袋也不大了，兴致勃勃地背着包带着东西就去工作了。搞定这边，我上楼找了消失源。消失源气定神闲地躺在老板椅上，许诗言在一旁殷勤地替他擦着手，给他喂点心。看见我进来，他没有一点的意外，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来找他。来了，他冲我得意一笑，为了电脑来的吧？他坐直身子，摆了摆手，许诗言非常上道地替他扶直座椅靠背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求我，阿宁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我就帮你解决一切。呵，求你，然后继续忍气吞声地活着吗？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他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一点都没成熟，还像是大学毕业一样，只会搞小手段。阿宁，你看，职场终究是属于男人的，你别闹了，还是乖乖回家去，和以前一样。我保证，无论我在外面如何，你会一直是我的萧太太的。我冷笑，拍了拍桌子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没说话呢，你就自顾自地说这么一堆。萧诗媛，我找你不是说这事的，你耍那些小伎俩我无所谓，我找你是想告诉你，明天顾夫人的生日宴，你别忘了参加。我看着他脸上慢慢消失的笑容，勾起嘴角。萧诗媛，做好准备，后天的会议拿不出更好的方案，你就等着被我挤下去吧。我甩头就走，
身后传来了肖师元气急败坏砸东西的声音。他当然气了，这个储能的方案决定了是否能和顾氏集团合作，也决定了合作的人是谁。我和他在公司股份相当，各占20%，其余股东只是参股，并未在公司拥有实权。若我拿到了顾氏集团的合作，那就意味着起码未来3年，公司的主导者将变成我，他的实际权力将大大下降。但他又不能拒绝评标会议，毕竟比起我们内斗，股东更在意谁的方案能拿到合作，能给公司赚钱。我自认我们小组的方案做的是尽善尽美了，就算是放在其他公司中也是相当出类拔萃的。可为了万无一失，我还是需要走走顾家那边的关系。顾夫人邀请了我们参加生日宴，这是我很好的机会。但是她的邀请函上没有我的名字，她邀请的是大上集团的 CEO 和 CEO 夫人，所以我得保证肖师元的到场，不然就算我进去了，顾夫人也不会将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不然我打死也不会去提醒肖师元参加生日宴。这就是做别人太太的坏处，头衔上永远冠着别人的姓。晚上，我准时带着礼物进到了宴会，肖师元姗姗来迟，身边还带着许师言。他俩一入场，我明显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了。我挺直腰板，任他们看着。肖师元这是示威呢，幼稚死了。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呵，自寻死路。他上前给顾太太贺寿，顾太太今年60了，已经算是高龄了。虽然上了年纪，但她的眼里还是透着一股子精明，到底是商海里打拼出来的。肖师元说完吉祥话，送完贺礼，顾太太刚还笑着的脸就变了。肖总，你是不是看不上我这老太婆了？她突然发难，全场都静了下来。顾家是红湾市的老牌豪门了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政商界皆有他们的人，可以说我们都是在他屁股后面捡点汤喝。肖师元一下子就慌了，喉结滚动，疯狂咽着口水，半天才挤出来一句干巴巴的：“怎么会，顾太太，我怎么会看不上您呢？”我笑了，他是一点都不善于应酬，简称没情商。当年便是我替他周旋，结了婚后，我更是替他打通关系，讨好各种富家太太，下了不少心血。往日里他办错了事，说错了话，都是我去替他周旋，这次我不想去了。我找了个角落，往墙上一靠，看起戏来。顾太太抿了口茶，微压极重：“是吗？老婆子，我不这么觉得呀，这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眼前带了。”肖师元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他看向一旁的许师言，深深地皱紧了眉头，似是在想怎么找补。可没等他找补，许师言却冒失地开了口：“顾太太您好，我是许师言，是肖总的秘书。”闭嘴！他话还没说完，肖师元便急匆匆地呵斥了他。许师言的脸上充满了错愕，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，咬着嘴唇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呵，我嗤笑出声，真是蠢货，在利益面前，他算什么？就这种货色，肖师元还敢说他像年轻时候的我？是他眼瞎了，还是脑子被狗吃了？这一幕让在场不少人的脸上都带上了明显的嘲讽。顾太太喝茶的手都顿了一下，她重重地将茶杯放在桌上。呵，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在我面前说话了。老婆子，我不中用了，肖总，你还是请回吧。肖师元一下子就慌了，他着急忙慌地朝着顾太太走去，却被几个保镖拦住。顾太太，我下属不懂事，您别介意，我这就将他开了。顾太太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立马就有保镖摁着肖师元往外拖。
肖诗元不断地挣扎着道着歉，裁剪得体的西装也变得褶皱起来。我看够了戏，站直身，准备闪亮登场了。看肖诗元笑话是一回事，但任由他被拖出去可不行。顾家的态度代表了红湾市做生意人的态度，他这么被拖出去，公司也不用开了。我轻轻一吸气，扬起一个长辈都喜欢的笑容。顾太太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宁啊。我如同归巢的小鸟一般飞到了顾太太身边，很有分寸地停在离她1米的地方，蹲下仰视着她。顾太太，我之前给您寄的天青瓷，您收到了吗？还喜欢吗？天青瓷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随天青瓷一同奉送的野蜂蜜。听闻他最近嗓子不舒服，我特意抽空开了一整天的车，去省外收回来的野蜂蜜。人情，只有平日积累才有人情。肖诗元从没做过这些事，他总觉得这样是世故，他看不上眼，甚至在我做这些的时候，他都隐隐鄙夷。果然在听到这话后，顾太太的脸色好缓了不少。是你呀，东西不错，人也标致，就是眼睛不怎么好。怎么看上一个这样的男人？肖诗元的脸瞬间黑了，他死死地瞪着我，充满了恼火。我笑意更甚，顺着顾太太的话往下说：是啊，到底我是年轻，眼睛不好，哪里比得上您火眼金睛啊？要是顾太太不嫌弃，以后我可想多在顾太太身边待着，让您替我长长眼，我也多学几招。哄女人，尤其是哄太太，我最擅长了。一番操作，我顺利扭转局面，到最后顾太太拉着我的手，替我引荐了顾时宴。虽然我们早就见过，但这个正式的引荐却十分的重要。我没有过多的跟顾时宴攀交情，过犹不及，有顾太太带着刷脸就已经足够了。出了宴会厅，肖诗元在门口抓住了我，他阴恻恻地盯着我：你今天是不是故意看我笑话呢？你还是那么工于心计，阿谀奉承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样，令人厌恶。你看看诗言，那才是女孩子的样子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嗤笑：肖诗元，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我发现你这人双标得很，当年你还未发家，我替你跑业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工于心计？怎么，既享受我带来的利，又要来扑我，让我为你无私奉献？别白日做梦了。是，我就是工于心计，我坦坦荡荡地承认，那又如何？与其在这里跟我纠缠，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在明天的方案会议上脱颖而出吧。我冲他挑衅一笑，他气得跳脚，却无可奈何。我顺利拿到了和顾氏的合作。发布会上，我和顾时宴握手，他冲我轻轻一笑：你看起来比之前状态好多了。我回他一笑。网上流传一句话：上岸第一步，先斩意中人。我这尚未第一步，先斩负心人，自然神清气爽。他抱住我：搞事业的女人果然更美丽，合作愉快。我拿下和顾氏的合作，让肖诗元气得砸了不少东西，还跑到我爸妈那里告了一状。为此我爸妈特意来游说我，目的就是想让我服软，与肖诗元重归于好。他惯会如此，我找理由糊弄了过去。服软？不可能，我要让肖诗元一无所有。肖诗元最近在疯狂应酬拉项目，他必须在年底为公司创造一个比顾氏项目更有收益的项目，哪怕是以量取胜，不然年终 CEO 换选就不好说了。而我则找到了许诗言合作。我和你不知道我和肖诗元的关系吗？你找我合作？我淡定地抿了一口咖啡。我知道，你是我婚姻的插足者。
他脸色难看，那你还找我合作？我们可是天敌，我怎么可能帮你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不变的利益。那天的宴会你还没明白吗？你对于萧诗媛就像一个玩偶，随时都可能被抛弃。你才24岁，你真的愿意耗费青春在这种极其不稳定的关系中吗？如果你愿意，那当我没来找过你。说着，我就起身往外走。对面的许诗言表情极为挣扎，在我即将走到门口时，他叫住了我。我露出果然如此的笑容。萧诗媛呐，萧诗媛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发现自己被背叛之后的表情了。商量好一切，许诗言踌躇再三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会选我？毕竟，你也该恨我不是吗？我是这样回答的：比起恨你，我更恨萧诗媛。是他变心，就算没有你，也迟早会有李诗言、张诗言，你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也想让他尝尝被爱人背叛的感觉。我让许诗言做的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，就是不经意地向萧诗媛提起郊外的一个地皮，最近政府要改造。我再稍稍地透露出一点想要买那个地皮的想法。萧诗媛果然上钩，和我竞标。我安排人将价抬到不属于那个地皮的高度后，董事根据风险定论，不让萧诗媛继续以公司名义竞标。隔着一张会议桌，萧诗媛看着我的目光愈发凶狠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极为挑衅。他拍桌而去。过了一会，我收到了短信，萧诗媛要动用私人钱款买地。我立马冻结了交易，不出所料听到了萧诗媛的一声低咒。我笑着安排人接触萧诗媛做贷款抵押。期间，萧诗媛多次进出会议室，她的脸色一点一点变沉，看来是没法筹到钱了。到最后一次时，她眉头紧皱，垂头丧气，似乎有放弃之意。我连忙发消息给许诗言，让他拱把火。萧诗媛看了下手机，出去接了个电话。回来时，眼底的光慢慢亮起，亮至最深的那一刻，他得意洋洋地望向我。同时，手机里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萧诗媛用股权做了抵押。他笑，我也笑。人在急于翻盘的时候，总会做一些不周全的事情来期盼自己一本万利，一次性翻盘。就像现在的萧诗媛，确实这是个好机会，若是投资成功，将带来不小的利润。可惜，这只是我下的套，那地方800辈子都不可能改造。萧诗媛啊，萧诗媛，你要满盘皆输了。临到当时消息说的要改造的日期，却没有一点消息透出的时候，萧诗媛终于明白自己被耍了。他气冲冲地冲到我面前：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个毒妇！你这么害我有什么用？我们可是绑在一条船上的。我不紧不慢地掏出文书放在桌上。不，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了。我已经拜托律师起诉离婚了。他震惊地看向我：你要和我离婚？我不同意。阿宁，你不能和我离婚，我绝对不会签字的。我笑，你同意不同意都没用。我有你出轨的证据，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，相信很快你就能收到法院的通知了。他不住地摇着头，想要拉我的手，却被我很快避开。不能离婚，阿宁，我们是相爱的呀，我们那么难才走到一起了。你忘了，你与我一生一世的誓言了吗？我冷下脸，你怎么好意思提这个誓言？到底是我忘了这个誓言，还是你忘了？萧诗媛，我们两人之间彻底完了，在你出轨的那一刻就完了。我之前不说，只是不想将公司的股权留在你手上罢了。你个毒妇！他咬着牙骂出声：我与你的情谊，
你当真全然不顾了吗？我与你之间哪里还有情谊？我站起冲他喊道。他握紧了拳头，冲我骂道：我只是犯了一点小错，你就要这样对我？这些年我对你如何，吃穿用度无不是最好。这世上哪只猫不偷腥？何况我只是在外面玩玩，你会是我永远的正妻，你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用尽全力抡圆了手臂，打了他一耳光。恶心！你喜欢在外面玩，现在你可以一直在外面玩了，只是不知道你的小情人还不愿意和你一起玩了。他捂着脸，眼珠转了好几圈，恍然大悟：你们两个一起算计我。他摇着头，步履蹒跚地冲出去。我猜他是想去找许师言，可惜了，许师言早就走了。在帮我做完事后，便带着他所有东西去海淀市。他似乎也怕我找他要萧师远给他的所有钱，所以急慌慌地断了这里所有人的联系方式。萧师远怕是要扑空了。我和萧师远离婚判决的那天，他跪在我父母门前，苦苦哀求，求我回去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将大门闭得紧紧的，任由他在外面淋着雨哭喊，摁死了父母不让他们出去。自那之后，他天天都来，甚至到公司去堵我。他来一次，我便让保镖扔出去一次。他过得很狼狈，又换上了不合体的西装。当惯了萧总，如今既没钱，又没情商，就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之前得罪过的人，抓住机会拼命地落井下石。短短1周，他跟老了10岁一样，胡子拉碴的，眼里全是红血丝。熬着吧，萧师远，你的苦难还没完呢。辜负真心的人，就该受这种百般煎熬的滋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